嗨，大家好。最近一周，中东的局势爆炸性的升级，当然是源于美国炸死了伊朗的高级军官苏莱曼尼，而伊朗又进行了报复性的反击。那我们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用简短的时间来把整个事件回顾一下。2019年12月28日，美国的一名承包商被炸死，美军怀疑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所为。一天之后，12月29日，美国空袭了这个部队，炸死了25名士兵。12月31日，数千名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的士兵借哀悼士兵的机会冲击美国大使馆，带有重演79年伊朗人质危机一幕。2020年1月3日，美国为了报复，在伊朗军方核心人物苏莱曼尼从叙利亚大马士革飞往伊拉克巴格达，刚下飞机，在机场被美国的无人机袭击致死。2020年1月8日凌晨，伊朗对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地对地导弹进行报复。而几小时之后，一家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37飞机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起飞后不久便坠毁，机上100多名乘客全部遇难。好，事情发展到现在，看起来中东这个火药库即将再次爆发出令人难以预测结局的大战，而对手正是素来敌对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伊朗。但大家知道吗？伊朗曾经并不反美，甚至还极度亲美，并且和以色列是盟友。那伊朗这个在历史上拥有毫不逊色于中国的悠久历史的国家，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在宗教上极度另类，在政治上又极度反美的国家呢？那借这个机会，我就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伊朗这个国家。好，首先来讲一下伊朗的民族。我想很多中国人或者是非中东人士会下意识地认为伊朗人信奉伊斯兰教，所以是阿拉伯人。这个就大错特错了。伊朗人古称波斯人，直到1935年才更名为伊朗，跟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完全是不同的种族。而且由于历史的纠葛，伊朗人也非常介意自己被称为阿拉伯人，因为伊朗有着比阿拉伯更早更辉煌的历史。而且伊朗人一直自称为雅利安人。那提到这个雅利安人，我们就会立刻想到另一个经常把他挂在嘴边的人，没错，就是他，元首大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说自己作为日耳曼人，一直是纯种的雅利安人的后代。那为什么大家都叫自己是雅利安人呢？我们都知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文明没有断绝，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另外三个文明古国都断掉了，为什么呢？恰好都是被同一类人所灭。没错，就是雅利安人。他曾经摧毁了四大文明古国中的3个：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虽然古埃及文明并不是因为波斯人入侵而断绝的，但可见他的实力。所以这也是很多人都认雅利安人为祖宗的原因。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当年刘备也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非说是汉献帝的皇叔一样，谁不想给自己找个厉害的祖宗呢？但希特勒的说法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他仅仅因为德国和北欧人金发碧眼的特征，就强行给自己认了这个祖宗。毕竟他是个画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实际上，德国人仅有19%的雅利安人血统，而被他看不起的东斯拉夫人雅利安血统却达到了50%。但不管怎样，伊朗人确实在历史上建立过非常强大的帝国。首先就是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8年至公元前330年，由居鲁士大帝开创了王朝，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也就是土耳其亚洲部分、巴比伦和古埃及地区。波斯第一帝国的版图极盛时达到了空前的80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3洲的大帝国。而在这个帝国统治时期，伊朗的原生宗教拜火教成为波斯人主要的信仰，此教后来在南北朝时也传入中国，被称为祆教。而此时的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距离秦始皇统一6国还有几百年。但最西边的秦国和波斯人之间间接地开始了一些民间商品互通。而此时的伊朗人逐渐知道了，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家叫做秦，所以自那时起开始称呼中国为秦，直到今天。
而此时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还在骑着骆驼游牧中，距离伊斯兰教先知的诞生还有1000年的时间。当时的阿拉伯之于波斯，犹如游牧民族之于华夏，但宗教改变了这一切，这个我们后面再说。这里面给大家科普一下，在中东这个地方一共建立过6个横跨欧亚非3洲的大帝国。第一个就是波斯帝国，第二个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3罗马帝国，4东罗马帝国，5阿拉伯帝国，6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后面满世界殖民的就不算了，所以可见伊朗有着多么悠久而又辉煌的过去。而后公元前330年，波斯第一帝国衰落，它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击败。此后的几百年，先后经历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和帕提亚帝国的统治。此时的中国历史进入到了秦汉时期，直到公元224年，波斯人迎来了第2次的复兴。阿尔达希尔一世起兵反抗安息帝国，并在2年后将其推翻，建立萨珊波斯。自第一帝国之后，波斯再次统一，被称为波斯第2帝国。第2帝国时期，波斯的文化和宗教再次得到了伟大的复兴和迅速的发展。此时，东方的中国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拜火教也正是这时传入到中国，而西方的世界进入到了西方文明的罗马时代。并且与拜火教的波斯开启了长达400年的对峙。这2种文明最终谁能够统治未来的中东呢？都没有。一场暴风骤雨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公元630年，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开始进攻波斯，并在651年吞并了萨珊王朝，第2帝国宣告结束。但这次与1000年前的同样征服过波斯人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不同的是，阿拉伯人带来了伊斯兰教，并最终摧毁了波斯的拜火教信仰。波斯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伊斯兰化。而正是此时，末代君主之子比卢斯逃到唐朝，向中国求救。而后，唐高宗派兵护送波斯王子，在今天伊朗和阿富汗附近建立了波斯都督府，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唐朝的版图达到了极盛，而仅3年后，都督府被阿拉伯帝国击败。这位波斯王子辗转东归长安后，再也没有回到波斯。而后，阿拉伯人统治波斯的后期，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轮番掌权。而到了13世纪，蒙古人又来了，掌控了伊朗。此时的伊朗王朝更迭，并伴随着混乱持续不断，直到一位年轻君主的到来，也开启了波斯的第3次复兴。公元1502年，年仅15岁的伊斯玛仪一世打败白羊王朝，建立萨菲王朝。就在这个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影响至今，就是伊斯玛仪一世将伊斯兰教的什叶派正式定为波斯的国教。而由于历史上的恩怨和波斯人对伊朗文化的认同，波斯人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有益于绝大多数阿拉伯人的什叶派。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有什么区别，那我就简单来解释一下。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后，他的堂弟阿里是第一个跟着他皈依伊斯兰教的，而后又娶了先知的女儿，可谓亲上加亲。后来先知死后，有个问题就是没有指定继承人，这就引起了犹如中国古代一样，到底是立长还是立贤的争论了。一部分人认为应该选贤与能，所以先后推举了4位正统哈里发，也就是继承者，其中阿里是第4位，这就是逊尼派。另一部分认为继承人只应该由阿里一人担当，因为他是先知最亲的人，又救过先知的命，而前面3位都是篡夺者，这就是什叶派。而后第4位哈里发阿里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先知的外孙侯赛因作为什叶派的领袖，在今天伊拉克巴格达西南的卡尔巴拉被逊尼派倭玛亚王朝袭击惨死。自此两派结下了深仇大恨。好，科普结束，我们继续来讲萨菲王朝。帝国初建时是逊尼派占多数。帝国之所以要改宗什叶派，主要是与其同时存在的穆斯林另外2大势力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人都属于逊尼派，而刚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野心勃勃，要统一逊尼派世界。
波斯人骨子里就认为自己与阿拉伯人不同，并且为了防止被另外2个帝国通过宗教渗透的方式吞并波斯，最终将伊朗由一个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转变为什叶派占绝对多数，成为现在中东的另类。时至今日，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占总人口的88%。由于转向什叶派，所以从那时起，逊尼派大国较难通过宗教事务干涉其内政，而伊朗则可以凭借其什叶派领头羊的独特身份，在伊斯兰世界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并扶持他国境内的什叶派成为其利益的代言人，如黎巴嫩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和最近伊拉克的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所以，波斯第3帝国的这个决定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而后，第3帝国衰落，在公元1736年灭亡。伊朗被外族建立的阿夫沙尔王朝、桑德王朝和卡扎尔王朝所统治。最后的卡扎尔王朝到了近代，受到了列强的瓜分，分别给俄、英、法、美等列强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这个听起来是不是跟我们的大清朝非常的相似呢？的确，就在这个时间，中东历史上另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在了伊朗。公元1908年，英国勘探队在中东首次发现了石油，而伊朗也成为中东第1个产油国。紧接着第2年，英国的 BP 公司随即成立，那时候它的名字可不叫 BP， 而叫 Anglo-Persian 石油公司。Anglo 就是昂格鲁，英国 ，Persian 就是波斯，伊朗。而那个时间段的中国，慈禧和光绪先后在2天内与世长辞，江山交到了一个3岁的小孩手里。而仅仅3年后，在权臣袁世凯的逼迫下，他就退位了。中国改朝换代，溥仪也成为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更为有趣的是，伊朗也出了一个类似袁世凯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李萨汗。公元1921年，李萨汗发动政变，推翻了卡扎尔王朝，并在1925年建立了我们现在非常熟知的，并在1979年爆发革命的那个巴列维王朝，并在1935年正式将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一直到今天。巴列维王朝一共就2位君主，李萨汗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我们就简称他为巴列维。1941年二战期间，由于老李萨汗暗中支持同样宣称自己是雅利安人后代的希特勒，被德国打到快崩溃的苏联人火上眉梢，就联合英国南北夹击进攻伊朗。老李萨汗只能逊位给他年仅22岁的儿子巴列维。自此，伊朗的巴列维时代登场了。战后，赖着不走的苏联人忽悠伊朗国内的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搞独立，巴列维迅速抱住美国这个大腿，赶走了苏联人，并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紧随美国承认了以色列，也成为穆斯林世界第2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没错，你没听错，现在跟美国和以色列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伊朗，当年不仅承认了以色列，还与以色列一起成为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2个盟友。现在动不动就互相威胁的伊朗和以色列，其实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相反，经过我刚才的介绍，他们反而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阿拉伯人。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在简单的逻辑和美国的撮合之下，2国关系迅速升温。后来，以色列还帮助伊朗建立和训练了秘密特务机构萨瓦克，此机构也在后来79年革命时饱受诟病。时间来到了1950年，由于伊朗的生命产业石油长期被英美所把持，因而此时也掀起了一场伊朗石油国有化的运动。摩萨台因此上台成为总理，他积极运作伊朗石油国有化，这当然触动到了英美的利益。美国对他不听话的小弟要怎么处理呢？没错，就是政变。伟大的中情局又登场了，他联合英国的军情9处发动阿贾克斯行动，将摩萨台赶下台，重新掌控了伊朗的石油。而与此同时，差不多的时间，在远方中国同样发生了一次美国策划的政变。美国制定了台湾政变草案，试图利用孙立人取蒋介石而代之，但最终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搁浅。
此后，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伊朗迎来了大发展时期。美国还帮助他的盟友们以色列、伊朗和巴基斯坦援建了核反应堆，用于发电。而两个小弟以色列和伊朗还秘密进行了研制核武导弹的计划，而这也为后来的伊核危机埋下了伏笔。1963年，巴列维发起了白色革命，这个比中国改革开放早15年的改革，促进了伊朗由中世纪落后状态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并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伊朗的人均 GDP 从1961年的160美元跃升为1978年的2250美元，而那一年中国的人均 GDP 是多少？大家知道吗？是381块人民币。而中国达到了如此水准，是到了2006年。而在宗教方面，巴列维推行世俗化改革，提倡男女平等，给予妇女相等的投票权。大家能够想象，这些都是伊朗的女性吗？那是一个充斥着时尚与美丽的伊朗年代。随着经济的爆炸式发展，伊朗的经济总量中东第一，世界前10。巴列维王朝有了足够的底气，可以恢复此前波斯帝国的荣耀，并在1971年举行了盛大的波斯帝国2500年阅兵庆典，盛况空前。2500年前，正是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在中国春秋时期横跨欧亚非3大洲的波斯第一帝国。至此，白色革命的成果，一切都看起来那么美好。但白色革命随之而来的却是白色专制，但这却是自由民主的美国所支持的模式，不是吗？事实上，同一时期美国扶持的众多干儿子当中，这种发展模式并不少见，例如东亚韩国的朴家和台湾的蒋家。另一方面，巴列维王朝强调复古，把伊朗日历改为波斯黄历，即从2500年前的波斯帝国开始纪年。但这在宗教人士眼里，强调复古就意味着回到伊斯兰教统治前的波斯，是对宗教的严重背叛。简而言之，这是在去宗教化，取消宗教特权，触动到了僧侣阶级的利益。激进的世俗化改革又遭到了很多伊斯兰教徒的反对，贫富差距的加大则推动了人民的民主诉求，而以色列帮忙建立的那个秘密警察萨瓦克更是遭到了人民的唾弃。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就引发了那场大家非常熟悉的且影响至今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从1977年底开始，伊朗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反对国王统治和要求民主权利。很多抗议活动以宗教的名义出现，群众抬着流亡海外霍梅尼的画像，高呼打倒国王，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口号，并伴随着各种的罢工罢课、石油停产、交通瘫痪。那时的美国人和现在在伊拉克的美国人一样，都不会视此种状况为最美丽的风景。最后，在1979年，国王米萨巴列维带家人逃往美国，流亡海外15年的霍梅尼由巴黎回到德黑兰，废除君主制，改国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正式成为伊朗的最高领袖。而同年就爆发了那场导致美伊关系降至冰点的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了。1979年11月，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随后52个美国人被扣为人质。这场危机直到1981年才结束，而整个事件后来还被美国拍成一部爱国主义电影《逃离德黑兰》。就这样，这个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极度亲美变为极度仇美，跟49年的中国有些像。这个新国家跟巴列维王朝在各个方面完全取反，经济上跟美国断绝联系，政治上从独裁走向民主，宗教上却从世俗化走向政教合一。没错，伊朗正式进入了民主时代，但又是一个政教合一式的民主。伊朗的最高领袖为伊斯兰大阿亚图拉，在当时也就是霍梅尼，现在是哈梅内伊。这个最高领袖有多厉害？他对于伊朗5大政权机构，总统也就是政府、议会、司法、国家利益委员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人事具有否决权。虽然总统和议会由全民选举产生，但要经过大阿亚图拉的任命。简而言之，你投票，神决定。
这跟台湾现阶段的民主选举又有些相似。没错，台湾自民主化以来可以直选总统，但台湾的这个总统需要美国的认可方才算数。换句话说，是另一种形式的间接任命，甚至在你成为候选人的时候，就要去美国进行面试，不听话的话就要被换掉。所以在台湾也是，你投票，神决定。没错，美国总统在台湾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你能够跟神打一通电话，那是无上的荣耀。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就像宗教，在世界被当成工具来使用，而这个宗教的最高领袖自然就是美国人。你可以反天反地，但就是不能反美。如果你反美，你的民主就是假的。也许你会说，美国的总统是美国人选举产生的，伊朗的宗教领袖又不是。你错了，伊朗的大阿亚图拉也是选举产生的。伊朗宪法规定，最高领袖由一个88名伊斯兰教法学家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协商指定，而这个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则由全民选举产生。这是不是跟美国总统由各州的选举人票来决定又有些相似了呢？当然，各个制度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我也觉得伊朗的这个神权统治和民主共和的混编制度有些奇葩。那谁又来决定哪个民主选举才是真民主呢？同样是民主，像宗教一样有了多重解释，这跟同是伊斯兰教还要分逊尼派和什叶派有何不同呢？最后，由于伊朗跟美国的关系由粉转黑，以色列也从伊朗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变为最大的敌人。美国也联合他的盟友对伊朗进行常年的制裁，并且对他认为违反规定的国家或公司进行单方面的制裁，如后来的美国制裁中兴和华为的孟晚舟事件。伊斯兰革命成功后，紧接着美国便支持伊拉克进攻伊朗，开始了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此战后并没有赢家，双方均损失惨重，伤亡人数达到了270万。伊朗之前巴列维王朝积攒的家底也打没了。但之后美国的2次对伊拉克的入侵确实算帮了伊朗的大忙，并在此期间伊朗提炼出了浓缩铀，秘密发展核武器。而后伊核问题便浮上台面，经过多轮谈判，各国均无法达成协议，陷入僵局。而随着美国大兵在中东肆虐的同时，此时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大国又崛起了，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GDP 从世界第7一跃成为世界第2，大有取美国而代之的势头。所以紧接着时间到了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制定了从中东抽身而重返亚洲，围堵中国的新国策，迅速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并在2013年伊朗温和派的鲁哈尼上台以后，重启了伊核谈判，并最终在美国的妥协下，在2015年成功达成了伊朗核协议。好，这里强调一下，为什么说是美国的妥协呢？之前的伊核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扯皮的原因就在于浓缩铀的活动到底能不能继续。美国和以色列之前是咬死绝对不能，但这次美国退让了，在限制规模和浓度的前提下，浓缩铀活动被保留了下来。简而言之，这个协议只是让伊朗研制出核武器的时间从3个月增加到12个月而已，但默认了伊朗是一个临界有核国家，这就惹毛了以色列。你美国说不玩就不玩了吗？还记得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评价这项协议是重大的历史错误，并公开与奥巴马翻脸。奥巴马的想法很简单，他的重心在亚洲，是中国，而不再是中东。站在美国的角度讲，他这么做原本也无可厚非，超级大国就要有大战略。但不巧的是，他是有任期的。2016年，川建国同志闪亮登场了，撕毁了之前的一切。川普重回中东，拥抱内塔尼亚胡，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也惹毛了伊斯兰世界。美国的这次由于政府换届带来的中东政策摇摆不定，给了伊朗可以利用中东权力真空的时间，又一次打通新月地带的机会。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新月地带。
请看这幅图，中间这一块贯穿波斯湾和地中海的这个地带很像一轮新月，故把这一块肥沃月湾叫做新月地带。为什么伊朗可以打通这个地带？我之前讲了，伊朗是什叶派的带头大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月地带的国家。伊拉克什叶派占多数，算是什叶派的国家。叙利亚虽然是逊尼派占多数，但却是什叶派的阿拉维派掌握军权的国家。当然，少数控制多数，也是他为什么这么乱的原因之一。沿地中海的黎巴嫩有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真主党武装力量，也正是这一支在这次袭击之后立刻宣称要让美军付出代价。就这样，伊朗要重回波斯帝国的荣耀时刻，打通新月地带至关重要。而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伊朗势力得以进入伊拉克，并为伊拉克建立和武装了一支什叶派部队，叫做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扶持一个类似于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当然，美其名曰为打击恐怖分子，最终将实现通过控制伊拉克的什叶派部队，进而控制整个伊拉克，再连同叙利亚什叶派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进而完成打通新月地带的伊朗大战略。而整个这盘大局的操盘手，正是新年过后惊天一炸的主角苏莱曼尼。苏莱曼尼曾通过伊拉克总统传话给美国中情局：我苏莱曼尼是伊朗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阿富汗等国家政策的制定者，甚至表示，与其找伊朗外交官谈判，不如和他直接谈判更有意义，因为连外交官都得听他的命令。好，至此，从2500年前的波斯帝国到现在伊朗的大历史背景，给大家介绍完了。伊朗这个拥有辉煌历史的国家是不可能一直沉沦和受人摆布的，这也是它成为中东另类的原因之一。那么此时此刻，对于伊朗要如何应对呢？一种方法是借着事情刚刚发生，伊朗国内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对美国立刻展开全面的报复。报复方法包括中东境内的热战，即联合所能控制的伊拉克、黎巴嫩武装对美军进行就地的打击报复，并且在中东以外其他地方对美公民进行全面威吓。这种迅速的热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中俄虽然支持伊朗，但绝不会派军直接介入，只会提供资金和军事上的援助。而剩下的就是要看美国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跟伊朗打这场热战了。这是第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就是以口头恫吓为主，局部骚扰为辅，目的就是一方面为了安抚国内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就是争取时间。争取什么时间？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伊核协议。我已经说了，根据签订的协议，压缩了伊朗研制核武器的时间，从3个月增加到12个月，但伊朗仍然拥有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恫吓美国一次成功的核武试验就够了。要保证国家不像伊拉克那样被美国入侵，这也许是唯一的方法。那么就从现在算起的话，伊朗敢于跟美国叫板且不惜一战，最早可能要到今年下半年了。给大家举一个中国的例子，中国在崛起的道路上曾经经历过屈辱的日子。1999年5月8日，美国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进行了导弹袭击，3名中国公民死于这次袭击，几十名员工受伤。中国后来忍了。2001年4月1日，中美南海撞击导致歼8战机飞行员王伟牺牲，事件最后以美方道歉、中方遣返24名美军人员和飞机而结束。中国又忍了。中国的多次隐忍，终于在5个月后得到回报。9·11事件发生了，也许是国运使然吧。这次事件给了中国难得的发展机遇，长达10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阶段，一跃成为世界第2。等到2011年，美军从伊拉克撤军，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庞然大物，难以下咽。这个例子也可以给到伊朗来借鉴，但最终结局如何，就看伊朗人如何选择了。这次事件对中国来说又有什么影响呢？简单来说，利远远大于弊，甚至我看不到什么弊。无论伊朗如何选择，对中国都是利好。
不亚于19年前的911事件。最重要的是，美国将彻底打破前总统奥巴马所制定的重返亚洲、围堵中国的新国策。这次美国再想从中东轻易脱身，几无可能了。而世界也即将迎来另一个拥核国家，而幸运的是，那个国家在中东。而中国也即将迎来又一次难得的和平快速发展时期。那这一次又会是多少年呢？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好，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